天地降下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下墨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热波澜外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趁着他被阵法所伤，将其擒获。都记住了，要留他活口。是仙侣。石仙侣，你兢兢业业准备了几百年，费尽心机搞了个百凤山，就是为了把庚辰仙府握在手里，再不必受司马氏的牵制。在这种快要成功的时候功亏一篑，你开心吗？师长们，百凤山真的是你所为吗？别信他的，他血口喷人。司马昭，我以为你良心未泯，处处替你维护，没想到你视人命如草芥，那修馆弟子们护不住你了。各位，莫要听他挑唆。对，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庚辰仙府陪着他一起死。要是他把灵火完全熄灭，这才是最糟糕的。想要我的命，痴心妄想，就凭你们这些东西，还降不了我。石仙侣，你果然已经功至大成，难怪要加紧在百凤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昭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。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成就那大道难。
马娇，他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，身体快崩溃了。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娇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不过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了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宗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祖，走。走。师祖，你快走。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？你快走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司马娇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娇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如果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
燕九，你醒了，来，感觉如何？若离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师祖呢？师祖现在怎么样了？当时施家人察觉了你的行动，袭击了你，我趁人不备将你救下，悄悄将你带回了我这里。师祖那边你且放心，施家和几大宫的人没能制住他。不过，师祖和庭燕现在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得赶快去找师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不过是添乱。先坐下。现在外面施家和几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的下落，你此时去找，非但会引人注目，而且更有可能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受伤。可师祖那边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和庭燕既然有办法逃脱，就定会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行动比你方便一些，我现在出去打探一下他们搜寻的结果，你在这里等我便好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昭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这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昭在外交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躲上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百峰山一毁，入京之计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峰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昭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昭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。你并非邪魔之流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昭一次，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沃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
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，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教的封印。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；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教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。今日，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。既然你是司马教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教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教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教，他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能忍的，也没喊过一声的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也。你快醒过来吧。世事不还。新生灵火已经培育完成。我原本想用这百凤山的凤山血脉
来完成大计，没想到现在被他毁于一旦。他毁掉的东西，就用他的血来偿还。父亲放心，就算我们找不到司马昭，但是庚辰仙府里何处没有八大宫的眼线？他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时。没错，都有我的人。父亲，不如孩儿现在回宫，为您打探八大宫的动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儿女情长？孩儿知错，但孩儿从来没有向您求过什么，唯独心愿暗许，还望父亲能够成全。真旭啊，不是为父要为难你，暗雪在你离开的那会儿就被司马昭给发现了，惨死在他的手里。为父无能啊，他暴露身份，也没有办法替他收尸啊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暗雪向来小心谨慎的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？司马昭，我要杀了司马昭，为暗雪报仇。真旭，你打算何时对暗雪行洗魂之术啊？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全信。在我们大计之中，不得有半点破绽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向来以您为天，自小勤勉，您知道的。我唯一心愿暗雪，他是我唯一心爱之人，你明白孩儿心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些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的孩儿，自然我是最明白你的。怎么？难道为父在骗你吗？没有，不，孩儿没有这么认为。那好，起来。真旭，你从今往后别再为情所困了。如今当务之急就是抓住司马昭，协助我们完成大业，得祸长生啊！是，届时孩儿一定杀了司马昭，为暗雪报仇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昭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昭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符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这可就真死了。
司马堂活马医吧。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教的灵府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？没有攻击性了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。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的灵府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！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云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远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我，开出心莲一朵。
雪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无寒风月里，无人听，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索，忘却了因果。司马乔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无言枯竭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抚摸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符竟如此宁静舒适。
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真好使啊！最好用的不是灵药，司马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命运偏袒我，怎么也成？不怕记忆被抵挡，赢过一场一趟3生的对望。我相信每一世爱上。这前尘的寂寞，烛光微弱，人影婆娑，黑夜里闪烁。用笔勾勒光的颜色，温暖你冰冷的魂魄。回忆停泊，思念铭刻，却无法触摸。寻着沙砾的脉络，化身为灵火，燃尽这所有的因果。